我来拍我自己，我会拍怎样的封面大片？我以前爱捣鼓电脑，现在喜欢爱捣鼓相机。我觉得这东西在我个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，它会占用我非常多的精力，但是它会给我很多的快乐，并不是说真的是为了成片有多么的完美，就真的是这个过程会让我产生快乐。我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爱好，我平时会有很多时间都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挺喜欢那个艾伦·夏勒的作品的，他是比较偏黑白人文的那种类型。其实我现在也会比较喜欢拍这种故事了，还是从看到的风景开始，把这些风景记录下来是最基础的。我来拍我自己，我会拍怎样的封面大片？我比较喜欢往内收的照片，全景，不要特写。你真难到我了，我自己都不会摆动作呢。可能我如果掌机的话，我需要一个很会自己摆拍的模特，我来负责按快门就行。就是你说的那种极致，也是我自己性格了。我跟以前做题一样，真的如果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写出这个步骤，我会很难受。我搞相机也好，我要是搞不懂它这曝光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么完美的效果，我也会很难受。我一定得去问一个为什么，然后那些为什么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大概的逻辑之后，我才会很舒服的进行下去。我之前刷到过一个电影是《白日梦想家》，他们里面的境界我是达不到的。他们里面看到一个风景，说的是我不想用相机来打扰这个风景出现在我眼前，我想去享受它。我现在的境界可能还是想记录下来，回去之后慢慢享受。但是我能理解他们那种心情。当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风景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忘掉所有之前设想好的东西。我感觉跟听音乐是一个道理。比如说在学生时代10年前一直循环听一首歌的时候，你在10年后再去听，你就会回想起那段时间的心境。我觉得拍照片也是，你10年前按下的快门，在10年后再去回看那一次，你就会想起按快门那瞬间你心里面在想些什么，那种回忆感会更加浓烈一点。但是我也会发现每部戏结束之后会带一些角色的影子在自己身上，就是性格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。理性只有在开机之后，大家才会回归感性，因为剧组人很多，部门很多，必须有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去把所有人调动起来。而且在开机之前，我们也会跟导演、跟对手演员去讨论很多戏的逻辑的问题。其实那场戏很特别，那场戏是原本剧本里没有的，就是在一个非常理性的逻辑里边，我们跟导演商量之后，就发现其实有这么一场戏的话，观众在看这一场戏的时候，也会更加带入我当时的那种比较绝望的心情。而且下雨吧，也是那种氛围的东西，全都加在了这场戏里边，也会让大家觉得哦，原来慕容清逸确实像大雨一样，心里也在下雨。没杀青之前，其实不太会有每天抽离这种步骤了，就是还是待在角色里会比较好，但是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夸张，就真的是收工之后都无法自拔那种程度。但是我也会发现，每部戏结束之后会带一些角色的影子在自己身上，就是性格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。张凌赫可能会说话什么都注意一点，形象也会更加注意一点。张家伟的话就可能会更加本真一点，也不会叫我张家伟了，都叫我张凌赫。如果我不走这个圈，其实大概率还是会进入一个靠我专业比较近的工作，可能会比我现在规律一些，有可能像大家一样早上8、9点上班，还要回去吃晚饭，然后每天就上班下班，到了周六周末还有双休。张家伟最大的烦恼，这还真不可预知哎，可能是去做一些新的东西。很多人都问我说，如果回到7年前，你还会选择这个职业吗？我现在为止，我的选择一直是我还会选择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对那时候的张家伟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。我觉得如果不做这一行，张家伟也会一直在想尝试更多新的东西，因为这是我个人所非常向往的一种东西，就是每天都有新的挑战，让我的好奇心
驱使着我向前进。我对于张家伟的理解是我本人，而不是说是张凌赫的另外一面。只是说你在成为张凌赫的时候，可能要就是有角色在身上，有角色的任务在身上。张凌赫可能会说话什么都注意一点，形象也会更加注意一点，对外的那些露出的东西也希望自己更加阳光。张家伟的话就可能会更加本真一点。张凌赫不太会像张家伟一样去干很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所以说张家伟跟我更像，可能是更像私底下的我。张凌赫更多的会存在于角色，在剧组拍戏的时候会有其他的角色影子在我身上。我不是这样的性格的人哎，就比如说我平时遇到困难了，我不会去想，哎呀，我不应该去遇到这个困难，不应该选择这一行，我只会去想这个困难怎么会发生的，然后如何去解决。就是当下最重要的是解决困难，不是吗？而不是说是你面对困难而去后悔一些以前的选择，这没什么好后悔的。你选择另外一条路也会遇到另外的困难吧，解决问题最重要。是否有一套公式？还真没有公式。这个就我之前说我喜欢消化情绪的时候一个人待着，其实也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虽然我是一个遇到问题会去想着解决问题的人，但是也不可能一上来就会解决问题嘛。在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也会有情绪down的时候。你说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独处，也是在让自己尽量不要被情绪左右。几次这样的经验之后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这种情绪是可以通过，比如说分散注意力啊，或者说就是不要去陷到情绪里面这种行为方式啊，去把这个问题解决的。就是现在会好一点，现在不太会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独处了。